终得水神一礼。哭矣，这若让他们看到，又要百口莫辩了。言罢，地藏对李长寿还了一礼，转身跃下云朵，身形被金光吞没。他化作了一颗金色的光球，照亮了幽冥界阴暗的天空，沉入了那轮回塔高耸的塔顶。燃此道躯，凝此元神，融金莲子，化轮回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欲证此身，当需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力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令其解脱。老师，弟子地藏不负西方。5日后，浩浩荡荡的天兵回归天庭，又挖了5天土的他们，此时已经完成了三途河改造过程。此时的三途河自血海侧旁大泽起源，承接天河之水，而后流经东南2处鬼门关，奔赴丰都城。阎罗10殿中有3座殿宇搬到了三途河边，其中的轮回殿立在三途河上，侧旁就是6道轮回盘。如此就可让那些随着三途河上层河水飘来的魂魄直接进入轮回的流程。除此之外，三途河下层流经地府，中层流经轮回仙岛外围。随着三途河继续向前漂流，就出了丰都城，到了一片沃土。一座高塔立在此地，闪耀着淡淡的光芒，算是生灵最后的转生之地。高塔顶层，一袭白衣的青年道者静静站着，身形介于凝实与虚淡之间，眺望着幽冥界的边缘。也挺好，起码清静了。这道者又想到了什么，想到了血海魂魄被轮回塔送走最后一批，天道降下一道道功德时，唯独落下了一道小紫霄神雷砸在了水神头顶的画面，不由一阵轻笑。这水神怎么了？天道为何不给他功德呀？难不成又欠了第2笔？这家伙说稍后找我喝茶呢，看样子是陪自己道侣去了。该做点什么呢？哟，寂寞了。心底突然响起了一声略带便宜气质的熟悉嗓音，青年道者眉头一皱，转过身来，一只青毛大狗蹲坐在侧旁，眯眼笑着。要不要本神兽耳听3界，帮你解解闷儿？青年道者禁不住轻笑了一声。先说好，本神兽可不是回来当你的坐骑的，咱们现在没有仙气，我要是看到哪个好人家，可是直接要走的。哎，如果你要是喊我2声大爷，那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一阵儿。滚，去截教找你的圣母去。你看看，急了是不是？你现在也是给天道老爷办事儿的，多少有点身份、涵养、气度。别磨刀啊！你这，我真走了，你信不信？我去给水神大人的坐骑当坐骑，你信不信？错了！哎呀，主人，你别死去呀！我给你讲点好故事啊，主人。这边的李长寿就快疯了，几个意思呀？真就欺负老实人呗？上次的功德说欠着，还好是在一个没人的角落，也就被路过某处花瓶的鹅给撞到了。地主说家里没余粮，那也就罢了。这次简直是过分呐！地府幽冥当着那么多仙人鬼差的面，还有同时那么多的功德撒下去，但是只有一道闪电砸在我天庭水神的头上，这怎么解释啊？这是啥画面呢？这画面就像是地主正苦着脸啊，跟面前的长工说：“哎呦喂，家里确实也没有余粮了。”然后一旁的胖丫头啃着酱肘子就跑过去了：“你这不是摆明了欺负兽吧？你是吧？啊，2笔大功德呀！我的功德今生都能够加速加长了。”别人发功德，李长寿被批。李长寿捂着被劈青的额头，禁不住怒从心头起，大喝一声：“
这，轰隆隆，幽冥界那低矮的天空中灰云翻滚，仿佛就要凝成一张面庞。李长寿心底念头急转，权衡利弊，分析此时情形，口中的话语悄然转变，继续大喝：这难道是天道老爷给小神的鞭策？当时那场面岂是一个静字了得？不知是金陵圣母，又或者是哪个去丰都城驱过鬼的仙子，轻笑了一声，随后不少仙神是齐齐大笑，一时之间颇为欢乐，也算是给这次看起来还算圆满解决的地府危机画上了一个愉悦的逗号。李长寿是当真笑不出来，笑不出来呀，笑不出来。他的心底流转着天道之力，凝成了4个大字：下次一起。李长寿只能再做了一个道医，心底思索着要不要借势撒泼打浑，逼天道老爷给自己立一个字据什么的，但是心里实在是没有底呀。身侧擎天柱传声：这是为何？老爷为什么要扣你功德？偏偏此时各处还有金光闪烁，天道之力并未退却，功德还没发完呢。李长寿只能够面露苦笑，注视着擎天柱传声：秦将军，这怎么能是扣功德呢？这是天道老爷给我的鞭策，告诉我功德今生不是那么容易凝成的，哪怕是想要一点微薄的安全感，也是要经过天道重重考验的。擎天柱眨眨眼，抬手做咳嗽状，扭头噗的笑出声来。李长寿有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侧旁已经有相熟的仙神仙人围了过来，对李长寿问候关切。此前大家都知道了天道曾欠着李长寿功德的事，但是今日也算是百闻不如一见呐，当真是长了上古都没见过的见识。木工有些替李长寿不平，定声道：此事能妥善解决，当以水神为首功，为何天道不赏功德，却给惩处？多宝笑道：这反而凸显长庚跟咱们不同，得老爷偏爱。若非如此，天道老爷怎会独独给长庚这般疼爱啊？言说之中，多宝道人将自己刚得的功德随便拿了一件灵宝收了，增了一些灵宝的灵性。大师兄说的有道理啊！赵公明抚须大笑：唯有长庚，唯有长庚矣。太乙真人嘴角一撇：讲个笑话，天道至公无私。周遭的欢笑声瞬间就凝固了，就听唰唰几声，数十道身影朝着左右闪躲，将太乙真人留在原地。一身骚粉道袍的太乙真人淡定地看了眼天空，发现一朵灰云就悬浮在自己头顶，嘴角略微抽搐。李长寿都看呆了，希望人出世。那一天，李长寿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别人遭天罚劈，而且还是那种加疼加伤不致命的天罚，也算是找到了第二个挨紫霄神雷不死的难友。地藏的元神凝作轮回宝珠，第二轮回并入六道轮回体系，作为备用选项。此地积累的魂魄9×5得到了轮回安置。此次变移形式，这些魂魄自身的业障功德暂时保留，经由轮回宝塔送回各处香火神国后，待下次轮回之前一并清算。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需要天道从中调和，凡人受孕。接下来2-3年，3000世界将会迎来一波生育潮，预计会有许多铁树开花、老树逢春之盛景，双胞胎、3胞胎之事怕也不少，需要20-30年内才可以恢复。没办法，西方教搞的这一波事实在是太大了。天庭众仙神又在地府盘桓了一日，与阴司、众阎君、判官增进感情，就陆陆续续的回返天庭，继续主持天地秩序。四季交替，风雪雨露，此时就是天庭的主营业务。回天庭之后，自有玉帝的封赏，此次天兵天将、仙神仙子们确实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扩展了挖土副业。李长寿暗中对擎天柱告了个状，请假未回天庭庆功，而是宴请此次前来助阵的9位高手。李长寿请多宝他们去了安水城海神庙大庙后堂，自己亲自下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此正是玉帝赐下瑶池酿，仙子送来玉蟠桃，修真美味不足贵，笑语轻弹香袅袅。主位自是请多宝道人上座，而后以黄龙真人赐之，其后金陵圣母、云霄仙子、李长寿、孔宣，再有其他几位道门大手子。一番欢谈，众仙说起地藏立宏愿化轮回塔之事，也是唏嘘不已。赵公明赞道：这地藏啊，也是个人物，算是出淤泥而不染，难得难得。孔宣却道：他不过是为救西方教罢了。啊，这一点啊，道友却说错了。地藏此人，我与他见面不多，但了解却是颇深。他曾算计龙族海眼之事，也曾将妖族玩弄于股掌之中，死伤生灵颇多。但这些都在他的底线之内。大教之争、气运之争，有这般死伤他能够接受，且觉得很正常，这是他的心性。今日之事却是远远超过了地藏的底线。他牺牲自我，成全轮回塔的出发点，自是因西方教，但让他下这个决定且义无反顾去做的，还是心底的那一份悲悯。他其实可以不管此事，他当日的表现已经是西方圣人弟子之中最好的了。我不信西方教2位圣人没有其他的后手。地藏当时与我对辩，其实并未落败，也是因我使诈，让他的一位师兄自己认了。真是诈的。就如地藏所说，我根本来不及做那些事。为了不被对方发现，我都只是用留影球找一些比较惨的画面记下来，做今日发难之用。话语一顿，再多说就容易暴露自己在西方教有卧底之事了。此次斗法，鸿蒙凶兽并未现身，显然是西方教也知不能让他们抓住更多的把柄。云霄仙子美目中带着光亮，奇道：你当时莫非已确定自己这般出诈定会让地藏之外的西方圣人弟子上钩？不错。玉鼎真人叹道：那般情形下，圣人驾前，你竟能将这些都考虑在内啊，并非是考虑在内，而是早就有心算计。李长寿放下手中的筷子，端着酒杯喝了一口香甜的果酿，轻轻舒了一口气，缓声道：地藏此人善算计，懂大事，行事有自己的底线，又有谛听神兽相助。若非白泽先生主动来投，镇住了那谛听，我当真是要愁白了头发。西方教与咱们道门不同，可还记得咱们3教联手威压灵山那一次？众仙齐齐点头，专心听着。威压灵山的时候，我见那一群西方教圣人弟子各自扎堆，按资排序，其内隐隐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团队，因算计成了龙族，一扫此前西方教阴霾。地藏当时在西方教内风头正盛，又是接引钟爱的弟子，青莲宝色旗都可以赐下护身。当时我就意识到，想要杀这般西方教核心的圣人弟子，必惊动圣人，杀不得。所以我就开始暗施手段，将地藏之名暴露于3界，将他给捧起来。他算计妖族，对我人族仙宗开战，我就顺势对外宣扬我与他暗中合作神交已久，这次很默契地坑了这般多的业障大妖。地藏这般人就如同一颗珍珠混在一群鱼目之中，自遭旁人妒忌。哼，果然啊，那一次之后，他就在西方失去了话语权，有一个叫做须菩提的圣人弟子填上了他的位置。黄龙真人揉揉眉心，在天庭当权神要考虑这么多的吗？多宝埋怨：师弟你别打岔，听得正带劲呢。长庚，你还算计了什么？
其他手段都类似，思路就是这般：分化地藏与西方教大圣人的其他弟子。上次地藏陪咱们去抵御域外天魔，也凸显了西方教大圣人对地藏的重视。我故意让他在那儿多待一段岁月，先一步赶回来造势，让天庭点名表扬地藏，给地藏能给的名声。那其他圣人弟子会如何想？原本与地藏无关联的弟子也会站在他的对立面。如此几次，地藏骨子里面又带着一股孤傲，在西方教内也就没有了人缘。所以轮回塔前他站出来与我侃侃而谈，西方教其他的核心弟子定会有人按捺不住。纵观西方教一路算计，以及我在香火神国所见之景，西方教的核心弟子中确实有不懂心术、急功近利之人，这就是突破口。真是我也失算了，站出来的那名老道能够蠢到这般地步，竟然毁掉了轮回塔。而地藏来舍身时，我本该阻拦，却因为不忍生灵涂炭，也并未出手。最让我无奈的是，这些都在西方教大圣人眼中，我与地藏的心性都被算计在内。当时控制了那失智老道的，有可能并非是天道。轮回宝珠碎得太诡异了，如果咱们解救魂魄违背天道之意，天道又何会降下如此多的功德？西方的这些人呐，有的是真聪明，却只顾自身；有的却是真的蠢，不过是被人利用罢了。地藏有今日，既是天命所归，也是他性情所致。不过他能够顾念苍生，又能如此果断地牺牲自我，我对他实在是钦佩。